一走出竹林，眼前便是一片宽广。正前方是一块巨大无比的山石，上面已经有了几个瘦小的身躯，正慢腾腾地向上攀爬。请听题：巨大无比的山石在哪儿？在他们身后也都跟着一个个衣服打扮一样的师兄。韩立当下不再犹豫，急忙往前方的巨石壁跑去。这块巨石的石壁风化得很厉害，某些地方一碰到就会碎掉，当然也有许多坚挺着的碎石片，十分的锐利。请听题：师兄在哪儿？只一顿饭的功夫，手肘、膝盖和衣服也已划破，里面的皮肉被割伤了不少处。即使伤口都很小，但是一些细细的碎石渣渗到里面，使得疼痛的感觉更添上了几分。最前面几名已经越爬越远了，韩立想到家人和三叔嘱咐的话，只能暗暗咬牙，又艰辛地往上爬去。还好没有落到最后面。韩立伸了伸有些僵硬了的双手。请听题：韩立想到谁的话？慢慢地顺着绳结往上挪动，但是这时韩立的双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，根本抓不住绳子。磨蹭了片刻，他仍然停留在原地，没有再向上挪动一点。请听题：韩立抓不住什么？又过了一会儿，韩立只觉腰间一紧，身子一轻，整个人突然自动地往上升。韩立转头一看，却是那位紧跟在自己身后的师兄，一手抱着自己，另一手和双腿敏捷地向上攀升。韩立注意到，此时的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天上正中。请听题：此时的太阳在哪儿？被师兄带着，韩立转眼到了山崖顶部。崖顶上已经有6名小童盘坐在一旁休息。等了一会儿，所有孩童都被送了上来。这时岳堂主走前一步，说道：这次合格者共7人。请听题：韩立到崖顶上有几名小童在休息？张铁、韩立两人虽未按时到达崖顶，但表现突出，看来能吃得习武之苦。半年后再考核一下，合格则正式成为内门弟子，未合格则送到外门当外门弟子处理。请听题：半年后合格可以做什么弟子？又有2名青年领命走了出来，把韩立他们分成了2组，朝山崖下走去。走在山路上，这2位师兄心里都想起了门内令人感到沮丧的一些事情，再也没有心情开口说话，只是默默地领着他们往前走。请听题：师兄们没有心情做什么？也许他们心里都已隐约地意识到七玄门和在家中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在经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时，林子里缓缓地走出了一位老人。这位老人60余岁，长得高高瘦瘦，面皮焦黄，却留有一头长到披肩的白发。请听题：林子里走出来的老人多少岁？这老者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弓着身子咳嗽。看他咳嗽的辛苦样子，似乎他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，令人十分的担心。请听题：老人
一边走一边弓着身子干什么？这是刚上山的新来弟子吗？啊，是的，这些人中有6名正式弟子，2名记名弟子。我现在人手不够，还缺1名炼药童子和1名采药弟子。这2人跟我走吧。请听题，这些人中有2名什么弟子？遵命，这2人是记名弟子，能被莫大夫您老看中，是他们2人的福气。啊，还不过来给莫老见礼？要是能学到他老人家1、2手医术，是你们2人一生的造化。请听题，能被莫大夫看中是他们2人的什么？2位师兄没有丝毫反对的意思。韩立和张铁见2位师兄没有意见，自然也没有反对的权利，跟着这位老者走进了林子。这位老者带着2人慢腾腾地沿着树林中的小路往前走。请听题，韩立跟着老人走进了哪里？东一转西一转，忽然眼前一亮，一个郁郁葱葱、充满生机的翠绿色小山谷出现在了几人眼前。请听题，出现在几个人眼前的是什么？在山谷的左侧是一大片散发着浓郁药香味的田院，院内种着许多韩立叫不上名字的药草，右侧是10几间大大小小连成一片的房屋。请听题，10几间大大小小的房屋是在哪一侧？往四周看了看，除了进来的入口，看起来再也没有其他通到外边的出口了。老者站在几间紧连着的房子前，指了指其中较小的一间屋子，说道：“这是神手谷。”请听题，神手谷一共有几个出口？除了谷内弟子，外人除了生病受伤，一般不会来此地。你2人以后就住在这里，先去休息一下，晚上再来大堂见我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你们以后可以叫我莫老，叫我莫大夫也行。请听题，莫大夫叫2人什么时候去大堂？说完话，莫大夫便不再理会2人，一步一步地咳嗽着走进了另一间比较气派的大屋子内。韩立是早已疲惫不堪，也不管另一名叫张铁的童子，自己一头栽进房内一张木床上，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请听题，莫大夫不理2人去了哪里？不管怎样，我已经可以算是半个鸡玄门弟子了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！一阵隐隐约约似乎从天边外传来的叫声把韩立从酣睡中惊醒。一睁眼，一张硕大的脸紧紧地凑在眼前，韩立吃了一惊，把身子往后缩了缩，这才看清楚，这张吓死了人的脸孔的主人是另一名童子张铁。请听题，是谁叫醒了韩立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去见莫老吧。看了看窗外的落日，心里计算了一下时间，觉得该去见莫大夫了，便和张铁一起来到了莫大夫所在的房内。请听题，他们用什么计算的时间？
在莫大夫房内，四周墙边竖着一排排的书架，在书架上排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类书籍。莫老，你二人从即日起便是我的记名弟子，我会教你们一些采药炼药的常识，也许还会教你们一些救人医人的医术，但绝不会教你们武功。请听题，莫大夫会教他们什么？你们如果实在想学几手武功的话，可以去几位教习那里去学，我也不会反对。但半年后，我考察的只是这套口诀的修炼情况，如果不合格，一样会被赶到外门去当外门弟子。请听题，半年后考察什么？你二人可听清楚了？听清楚了。你二人出去吧，明天一早再来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上午莫大夫传授他们一些医药方面的知识，下午则让他们去一间书屋，并一起扎马步、打草人，练些基本功夫。请听题，他们什么时候学医药知识？1个月后，韩立二人和其他童子终于分开了，再也没有时间去学其他东西，因为莫大夫开始传授他们二人一套无名口诀，练习这套口诀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。请听题，韩立二人什么时候和其他童子分开的？你们二人谨记，不得把口诀外传他人，如果泄露出去，我就把你们严加惩戒，并踢出师门。从莫大夫那里得到口诀后，韩立就在屋内不再外出，日夜不停地开始修炼起来，把他自己能用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个上面。请听题，泄露什么会被惩戒？因为莫大夫没有给他们任何一点修炼上的指点，韩立只能是自己摸索。按照这种修行方法，经过3个月的辛苦修炼后，韩立大吃一惊。我修炼这套口诀的速度竟然这么慢。请听题，韩立自己摸索修炼了几个月？我体内产生的却是一股凉气，并且两者运行的效果相比就差得更远了。而我运行那怪真气后，和运行之前相比，几乎就没什么大的改变。唯一的不同之处，就是我的精神似乎比之前旺盛了许多，胃口也比上山前好了许多。可这有什么用呢？请听题，精神和胃口和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？看着其他一同上山的童子，韩立变得沮丧起来。这个意外发现差点让韩立放弃了自己这数月来的努力。我的资质太差，不可能在剩下的日子里通过莫大夫的考察，还是趁早做下山的打算。请听题，韩立为什么打算放弃？宽广，宽广，宽广，巨大，巨大，巨大，无比，无比，无比，瘦小，瘦小，瘦小，攀爬，
攀爬，攀爬，打扮，打扮，打扮，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犹豫，犹豫，犹豫，急忙，急忙，急忙，前方，前方，前方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碰到，碰到，碰到，许多，许多，许多，坚挺，坚挺，坚挺，碎石，碎石，碎石，锐利，锐利，锐利，手肘，手肘，手肘，膝盖，膝盖，膝盖，割伤，割伤，割伤，伤口，伤口，伤口，家人，家人，家人，